这些以前遗留下来的房子，经过了一些穿衣戴帽改造以后呢，显得展示很多。这个地方有个五姓红树，我们还买过一些小玩意，有小汤林，这个就是一些民间的手工艺品。你看这个水还是比较干净的，里边也有鱼，有个黑色的鱼不知道什么鱼。这里也是就是老百姓的民居了，你看，这已经到人家家门口了。瞧瞧这边的榕树的姿态，非常有意思。你看这些租建筑的人，很多人年纪都很大了，但是腿脚都非常利索。嗨，大家好。刚刚呢，我就是从永庆坊的应该第3期的大地广场这边走出来了。我们现在转过来，这边呢已经是恩宁路的永庆坊的出口了。这边有上面的介绍，从18年10月开始改造的一片街区，是由万科这家房地产企业帮忙改造。现在呢成了国家级的4A 级旅游景区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广州市西关永庆坊旅游区。现在呢我要告别我眼前的永庆坊，然后呢顺着我眼前的这条恩宁路走回我刚刚停车的地方。这里比较顺，我还是走到过街楼下面去。右侧呢就是老字号莲香楼的一个门店主要就是买一些传统的广东的食品。这边有很多的骑楼，都是写着历史的文物了这是历史建筑。当然现在都变成了一家家的餐馆。他们也有其他的商店。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刚才走进去的东书阁这个书店。现在呢，我走在它另外一个门这边。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老百姓的商店并且有很多街道呢，走进去还有很多历史的遗迹。马路对面呢有一条街走进去就有3天佑的故居等等。这些以前遗留下来的房子，经过了一些穿衣戴帽改造以后呢，显得展示很多。有不错的商业的味道感痛啊！这条街呢是广州非常有名的骑楼街，这是我们走过无数次的街道。广州老西关这边呢，这些马路虽然并不是特别的宽，但现在呢经过一些改建，它还是可以通车。但是也有一些街区，有些道路呢变成了人行街道，或者说步行街，上下走的步行街区。这条恩宁路是广州非常典型的骑街街道。你看这边其实以前都是一些当地人住的房子。这个叫广东花河会馆。现在呢，通通归于永庆坊的旅游区里面来。大家可以跟着我的镜头来欣赏一下这条小街
两旁的商店，各种各样的商店是琳琅满目，挺有意思的。係爸爸食，洋洋唔食得。现在街边经常有很多商店就在加工银制品，就是通过锻造制作银的首饰啊等等这些玩意。右侧的每一条横街呢，都是可以走到永庆坊里面去。这个地方有肉，有杏仁富啊，我们还来买过一些小玩意，有小风铃，这个就可以是民间的手工艺品，当然也是可以食用的，用来煮水煮饭。边上就是小吃档。从这边呢就可以去到刚刚我已经去过的粤剧艺术博物馆，这边还有一个很小的停车场。你看啊，马路对面呢就有包铜、捞铜这样的商店，就是做各种各样的铜壶的。以前呢都是一些实际的生活用品，但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种摆饰。这边有很多艺术的传人，广州珐琅、广彩的艺术品等等。更多的就是一种吃饭的小店。这里成为广东非遗一条街，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吃的、用的、玩的。这是手信店。我来叫我按窗做肉肠。恩宁雪糕，李小龙主居，这是后门。来唐朝梨是吧？一会儿我让他备钥匙，不要，因为之前有那毛沙。那你看你跟我看我们其实那个不能讲。当时讲非常高潮。是的，就是变毛沙。锅贴，把它儿子。水会做不到。
从这边呢开始就是荔枝湾冲，应该叫荔湾冲啊，荔道。这边有码头，有桥梁，有正在修复的街区。我们就不走外面了，在里面走一下，走一走清水的这些绿道。冇飲茶咯，冇飲清水咯。係冇長期飲清水，因為你而家都始終都係涼得就你看这个水还是比较干净的，里面也有鱼，有个黑色的鱼啊，不知道什么鱼。这里听到水声，应该蛮大的一条鱼受到了惊扰。所以这边也有人在那边垂钓。就这样，好，就这样了，好。真的，谈事情都谈他妈的。这边呢叫防汛设施啊，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维修。这里也有一座虹桥，我们从这个桥上走过去。顺便呢，我们来看看这条河冲的风景。刚刚就从前面走过来。现在呢，我就要从这边走回去。下一把，你不给他机会，哪会便宜的？这里也是都是老百姓的民居了，你看，这已经到人家家门口了。这片街区呢，就是因为有这个河冲，有了水流啊，就显得比较生动。这个房子已经顶到头了。应该是没路可去了。这里是昌华街道，你看啊，就拐进来一步，这是这种陈旧的房子，右侧是一家养老院啊，这很普通的民居，有点年久失修的感觉，但是站着西关，应该是比较方便的一片街区，生活应该还是可以的，
但是你肯定要做一些妥协吧。前面这条是昌华新街，我从左边走走看。对，好像是要这样子才对。有街坊啊，干脆就把炉灶弄到外面来了。哟，这啥意思？这是做了一个小河边的小花园，这过不去的吗？阿姨好。看来必须从这边再次过桥了。看看这些老的街道有没有进行改建，前面都擦得干干净净的。我相信已经走了1个多小时了吧，这段路啊还是比较悠闲的闲逛，就是天气太热了一点。看看广州老百姓引以为傲的西关地区，但实际上你要是聚焦到个体，其实很多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就是非常的普通。虽然这边有景点、有水，有很多老的街坊陪伴，买东西应该还是比较方便，但是他们个人的生活的这种房子啊、生活的空间啊，就已经不合潮流了。但是自己也没有能力，或者也不想搬离这个地方，所以只能等到国家统一来拆迁。但这种地方呢，往往不是拆迁的地方，更多的进行一些微改造。现在有个新名词叫街区活化，就是改造一下，开一些店，
辟几块绿地等等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啊，这个右侧以前那种老的居民房没有电梯的，现在都在加盖电梯。当然，加盖电梯以后呢，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一些好处，但是这个费用呢是根据楼层不同是要平摊到大家头上的。以后呢也会增加一些物业管理费，因为电梯毕竟是要维护的，所以你也是要多多少少付出一些代价吧。广州这座城市跟中国绝大部分的城市都差不多，因为从50年代之后就没有怎么发展过，或者说在老百姓的居住环境改善方面呢，没有什么成就。也就是说，积压了几代人的这种不良的居住环境，现在要来还旧债是有点难的。你要到一条鱼啊！本来对面条是可以走的，现在又在那边维修了。看看这些老街道，这就是很多老百姓住了很多代人的地方。这里呢，就是我刚刚从那边走过一段路的荔湾涌。荔湾涌呢，一直从这边转到刚刚的安宁路，我从那边走过来的。现在我要找一条路走回去。前面呢是荔湾湖公园的另外一个路口。从这边跨过这桥就可以回到荔湾涌景区这边了。中意去翻超嗰啲商場玩啊！個細路仔啊，呢度啊，一出嚟呢啲地方就唔中意。行上去，一、二，去，好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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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理解我哋。西关竹园，这是一家餐馆吗？
广场上呢也会有一些古人呐、这种塑像。瞧瞧这边的榕树的姿态，非常有意思。在家里坐车车。这些榕树的根须都伸到水里了。这个啊。这边是小游船的卖票地方，80块钱来回。这边呢有一个湖边的长廊啊，有居然还有路可去。这就是荔湾冲浪紫伞桥。这边有一个清水的平台，这上面应该是一个咖啡店吧，研墨咖啡。係啊，佢鳩屎啊！就係。即係講嘅咧。衣服啊，還沒有定製。如果不是的話，它就有这种遮阳的凉亭啊，这种长椅给大家休息一下，我觉得挺不错的。不要。我拿着我玩我。现在我从刚刚走过的大观桥边上原路返回了，前面的就是一个广场，大家在这里踢毽子，真的我觉得非常有艺术，也是非常好的运动的项目。你看这些踢毽子的人，很多人年纪都很大了，但是腿脚都非常利索。
身手矫健完全没有老态，是他们长期活动锻炼的结果。广州呢是一座神奇的城市，但我相信任何有着历史传承的城市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历史。广州呢相对比较独特，是因为它地处岭南，偏于一隅，中央政府的以前的这种政令到了这边可能就不畅，所以慢慢的就形成一些以宗族和这个地区的知名人士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自我管理的模式吧。然后呢，在成百上千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留下很多文化的遗传。这个包括这些街巷，包括他们建的这种街区的房子，但更多的呢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不仅仅是政事的问题，也有地缘文化的问题，也有天气的因素等等。所以作为本地人来讲的话呢，他对这种大刀阔斧的街区的改变，或者说社会的改革呢，是持有保留态度的。因为大家还是比较认同他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生活的这种区域的环境，还有就是不愿意改变这种文化，并且对于外来的北方文化多多少少是有些抵触的。当然他们也享受社会变革带来的发展红利，就这个方面呢，大家谁也不会随意的就去拒绝这个挣钱的机会，让自己富裕的途径等等。所以广州人呢，一边坚守着传统文化，一边也非常务实进取。那么这些通过几十年就慢慢的他们的文化也会发展，在包容融合的基础上呢，就变得更好。所以我在广州生活了那么多年，我肯定还是跟本地人有所不同因为根还是不一样。但是呢，我对这边人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传统文化这种历史的遗传的这种态度还是非常认同。我觉得其他地方应该也是一样的，千万不要一拆了之。有些呢是可以通过一些微改造，政府和老百姓之间呢也进行相互的妥协保留一些老百姓不愿意改变的东西，特别是有关千百年来留下的文化。我觉得这可能是两全其美的。现在呢，我又走到了汉西酒家门前了现在等红灯过马路。今天呢，就是西关这边City Walk走了不少路，去了不少地方。谢谢大家跟随和观赏，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到这边来逛逛。广州值得逛的地方还很多，特别是你如果深入到这些大街小巷里面，近距离的接触广东的文化，很多人文的元素呢，还是非常令人惊艳的。那好了，我们改日出行再见，谢谢大家的观赏，谢谢跟随和观赏，再见，拜拜。